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夫人，您确定让我退了7天后跟薛总飞去国外定居的机票？话筒里传来秘书疑惑的声音。裴欢站在阳台，他瞥了眼楼下的枯树，做了一个决定：你给我订一张当天回我爸妈家的机票，再给于雪儿订一张当天去国外的机票。7天后，我亲自送他们出国定居，再飞回我爸妈家。电话那头的秘书微微一愣：于雪儿是夫人婚姻里的第三者，夫人这是想干嘛？他虽有不解，依旧点头：好的，夫人。裴欢挂了电话。客厅里，薛周见裴欢走进来，不耐烦地起身：你考虑好了吗？雪儿还在等我回复。10分钟前，裴欢刚做好饭，薛周一回到家，直接和他摊牌：我不想再瞒你了，雪儿其实就住在我们隔壁小区，她陪了我9年，我亏欠她很多，这次出国定居，我一定要带她走。裴欢刚将菜端上桌，嘴角的笑意瞬间僵住。其实这不是薛周第一次提出要带于雪儿一起出国定居，他第一次提议时，裴欢歇斯底里地砸了整个客厅，骂他怎么忍心提出这种要求。第2次提议，裴欢崩溃地扇了薛周一巴掌。离家出走了7天，那7天薛周一个电话都没打来。这一次，裴欢决定成全他们，我让秘书给他订了机票，你们一起走。终于想通了。薛周紧皱的俊脸舒展开，薄唇缓缓扬起。裴欢垂眸夹起一粒米饭，内心涌起一阵苦涩。你不是说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国内生活？他人单纯，容易被骗，兴许是说开了。薛周索性也不装了，提起于雪儿，他嘴角挂着笑意：雪儿其实比你更适合娶回家当老婆，可你运气好占了先机，比她先认识我几年，等出国了，你多向她学学怎么哄男人。话落，薛周手机刚好震动，他走到阳台接电话。裴欢看着他的背影，暗淡地垂了垂眸。他以前一直觉得认识薛周是他3生有幸。高1那年，薛周为了追他，给他写了99封情书。在高中恋情被发现时，薛周带着他父母来到他家，他向他父母跪下，哭着磕了几10个头，求他父母成全他们。高考完查询分数，他考砸了，薛周超常发挥，却一点也不高兴，瞒着他放弃了国内重本，陪他读一个普通本科。而他也没辜负薛周，在薛周去北方创业时，他一意孤行，裸嫁给没房没车的薛周，全心协助他创业。薛周连续3年创业失败，他陪他从小区搬到潮湿的地下室，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咸菜挂面。后来薛周创业成功，他高调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他们的合照，将公司的80%股份给了他，给他补办了一场盛大婚礼。婚礼现场，他看着他，激动到哽咽：老婆，没有你支持我，就没有我今天，我永远爱你。这话他一直记到现在。可就在1个月前，他突然发现薛周金屋藏娇。那个女生叫于雪儿，是薛周的大学师妹。在毕业后的几年里，2人没断联系，每天都在聊天。每年生日，薛周会给她精心准备礼物，同时也会给于雪儿准备一份。甚至薛周给于雪儿准备的礼物会比送她的贵许多。在薛周创业巨忙的那段时间，他每周也会抽1天时间陪于雪儿。在他们补办婚礼的那天，于雪儿也来了。她穿了低调的短婚纱，外面套了个宽大的西装外套。当晚晒了一条朋友圈，以另一种身份陪伴你。这条朋友圈，薛周点赞了。隔天一早，薛周醒来，
裴欢将手机翻到他和于雪儿的聊天页面，歇斯底里地质问他：“你们频繁联系多少年？8年还是9年？都不用提人名，薛周就知道是谁。他没有半点心虚。雪儿喜欢我，他从未想过干涉我的婚姻生活。我和他保持联系9年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裴欢双眼猩红，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：“你这是出轨，你背叛我了。”裴欢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细听的话透着无尽的痛楚。薛周蹙眉，薄唇微张，声音充满嫌弃和指责：“裴欢，我事业有成后，你一直赖在家里靠我养着，备孕3年你都怀不上孩子，你不觉得你这个老婆很失职吗？你换位思考一下，我不再是当年身无分文的小黄毛，如今我名下3家公司，财富自由，只是固定养一个女人而已。她从不招惹你，我平时尊重你也理解你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”几句话，裴欢沉默了。他这几年不工作，是因为陪薛周创业的那几年太拼命，导致身体出现不可逆的损伤。那时刚开始跑客户，年轻的薛周满脸傲气，谈判能力欠佳，没人愿意给他一个机会。是他一杯又一杯酒，弯腰低头敬客户，喝到胃出血，才换来一个又一个的单子。他创业成功的那年，他的身体也彻底毁了，停经住院了大半年。如今他却指责他在家调养身体，不去工作。裴欢安静地回到卧室，将今天的孕检报告单撕掉，扔进垃圾桶里。当晚，裴欢又失眠了，只能靠着药物勉强睡2个小时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们几乎天天吵架。就在半个月前，薛周提出将分公司开到国外，打算去国外定居。裴欢本想借此让薛周和于雪儿分开，谁知薛周却提出想带着于雪儿一起去国外。就在今天，薛周第3次提了这件事，裴欢终于心死。他随意吃了几口饭，余光再次瞥向阳台，薛周还在打电话，嘴角挂着一丝宠溺。裴欢起身走到客厅的白板上，写下一个7。隔天一早，裴欢起得很早，他醒了就去咨询律师离婚的事情。裴小姐，若薛总愿意签离婚协议，这是最好的结局；若他不愿意，你们国内外分居1年，到时起诉离婚胜算很大。不过，你确定要离婚吗？李律师是裴欢临时找的，在得知裴欢想和薛周离婚时，李律有些意外。在旁人眼里，薛周对裴欢无微不至，身边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一个女人的踪影。裴欢垂了垂睫毛，水眸浮起一抹哀伤。他外面有人了。对方沉默几秒，说了句抱歉。裴欢继续道：“你把离婚协议发给我，我签好邮寄到国外，7天后他坐飞机落地，我会安排人第一时间送给他签字。”刚挂断电话，裴欢注意到薛周站在卧室门口，他目光落在裴欢身上，脸色不佳。“你刚刚在说什么？什么离婚协议书？”裴欢没料到会被薛周听见，他攥着手机，随便找了个理由解释：“和朋友打电话，他这几天想离婚。”薛周没多想，他从来都不觉得裴欢会舍得离开他，更不会认为裴欢嘴里的朋友就是他本人。于是他拿出手机给裴欢看别墅照片：“我买好国外的别墅了，2栋，大的我们住，小的这栋给雪儿住。2栋别墅的房产证我都只写了他的名字，你别想阻拦我。他陪了我那么多年，我总要表示表示。”裴欢心间一颤，也就是说，他名下1栋别墅都没有。你说他什么都不图，现在2栋别墅都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。你创业的那些年，我没少帮你做事，
你这么做良心过得去吗？薛周不满地看了一眼裴欢，沉声道：“我给你的够多了，你该知足。我汇款买这2栋别墅时，他在旁边说他名下没房产，他只说了一句：是我心疼他才给他的，不是他主动要的。”裴欢心凉透顶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他还想说话，门口传来一阵声响，两人看过去，于雪儿从门口探出一个头。她穿着白色连衣裙，手里提着2个超市的大购物袋。女生皮肤白白嫩嫩，画着精致淡雅的妆容，看得出来她状态很好。1个月前，裴欢翻看聊天记录时才知道，薛周事业有成后，私底下每个月会给于雪儿转5万块。每一次，薛周都会说：“收下，这是我欠你的，不能让你跟着我什么都拿不到。可惜了，他出现的比你早，他运气比你好。”裴欢目光和于雪儿在半空对视上，女生眼里满是傲气。虽然穿衣打扮是柔弱白月光的风格，可精致的小脸上写着5个字：“我来示威了。”裴欢蹙眉看向薛周，脸色很差：“他怎么来了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这个家不允许他走进来一步？”薛周有些心虚地撇过头：“雪儿今天过生日，你同意他去国外，他想借这个日子过来做顿饭，感谢你。”顿了顿，他不满地看着裴欢，指责道：“人家主动对你示好，你别不领情。这些年他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也没什么。”裴欢看着白板上的7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强忍反感道：“你和于小姐说一下，我不吃香菜，让她做饭别放香菜。”于雪儿脸上的笑意僵住，这话说的怎么感觉她像给她做饭的佣人？于雪儿进到厨房，做了4菜1汤，她没有端出去，探出个头朝裴欢招手：“欢欢，帮我端一下菜。”裴欢走进厨房，扫了一眼桌面上的菜，4菜1汤，都放了香菜。一旁的于雪儿正拿着淡色口红补妆，将红润的唇涂得没有半点血色。她看着裴欢，水眸傲慢：“薛周看到我这么操劳，肯定很心疼我，他见不得我劳累。”裴欢瞥了一眼她略显憔悴的妆容，薛周确实很心疼于雪儿。这些天，薛周总爱和她说：“雪儿为我付出很多，你只是简单陪我创业而已。”一开始听到薛周说这些话，他还会解释2句，如今他什么也不想说，天天装柔弱扮可怜。累不累？于雪儿冷哼一声，她拿起炖好的汤，不屑地看着裴欢：“不累啊，总比你累死累活为他付出一切，掏空身体，又被他嫌弃强。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和薛周离婚。”裴欢目光清冷，他双手环胸，在臭水沟待久了，想上位了。于雪儿放下手里的汤，双手环胸。她常年被薛周偏爱，眼里自然充满自信、淡然。说实话，我除了不是他名义上的妻子，其他方面我比你更适合当他老婆。我和薛周认识9年，这9年来，我们每天都在联系。他有什么事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清楚他所有的喜怒哀乐，也清楚他手机的支付密码198111。你不信可以去试试。裴欢神情一致，相恋12年，薛周从未将支付密码告诉他，他名义上是正妻。薛周把正妻的权利给了于雪儿。说完了，于雪儿见他蹙眉，勾唇得意一笑：“你忍得了自己的丈夫出轨？说完了吗？”裴欢又问了一次。于雪儿愣了愣，突然不懂裴欢想做什么，可他还是想刺激裴欢：“我不会离开他的，你们出国我也出国，我就缠着薛周，反正他爱我，有我在，你的婚姻生活不会美满。”于雪儿说完，裴欢放下了碟子，他眯起眼：“你说完了？那到我说了，给你一个建议，做小三就老实点，别那么聒噪。
话落，裴欢抬起手，扇得于雪儿脸都歪了。于雪儿脚一崴，碰到桌面的汤，汤洒在她身上，烫得她惨叫出声，好烫！薛周听到动静，急忙往厨房冲。怎么了，雪儿？于雪儿微微仰头，露出被扇红的右脸和烫肿的左手，厌恨地指着一脸清冷的裴欢：“老公，他扇我，拿汤往我身上泼。”老公，裴欢强人恶心。薛周是她老公，那她裴欢的老公又是谁？薛周心疼地抱起地上的于雪儿，他看向裴欢，脸色很差，和雪儿道歉。裴欢蹙眉，刚刚不少热汤也溅到他身上，他脸色惨白。你不问问刚刚发生了什么？薛周绷紧脸，心疼地看着狼狈的于雪儿。她是个好女孩，不要名分地跟着我那么多年，她能坏到哪里去？她怎么可能主动惹你？裴欢安静地盯着他，心底浮起一抹哀伤。以前在学校，他被一个嫉妒他的同班同学污蔑偷钱，班主任找他问话，是薛周冲进办公室维护他。老师，裴欢是一个很好的女孩，她平时受了委屈从来都不会说，她能坏到哪里去？她怎么可能去偷钱？可现在相似的话，薛周不是为他出头，是为另一个人出头。道歉可以，我不允许他跟着我们出国定居。一句话，于雪儿咬牙瞪他，凭什么？又不是你说了算。薛周脸色微沉，不要惹我生气。裴欢红了眼眶，他微微仰头，不让眼泪掉下。你不要逼我找律师发公告，曝光你和于雪儿的事情。薛周俊脸黑沉，好半晌，他抿了抿唇，算了，这次原谅你，下不为例。话落，他将于雪儿抱到客厅沙发上，给她找了一支烫伤膏。裴欢离开厨房时，余光瞥了眼恩爱的两人，上楼走回主卧。趁着薛周不在，裴欢拿起他的手机，他点开聊天页面，随意输入一个金额，输入密码，转账成功。裴欢沉默片刻，删除痕迹后，将薛周的手机放回原位。她老公的支付密码需要另一个女人告知她，真讽刺啊！楼下，薛周拿着热毛巾敷在于雪儿右脸上，又给她烫伤的手涂药膏。于雪儿水眸泛红，委屈哽咽：“被扇的是我，她一点愧疚都没有，她怎么那么坏呀？老公，你也不替我出口气，你也扇她呀？”薛周脸色不佳，耐心哄道：“你想想，她要是生气，变卦阻止你跟着我们出国，到时怎么办？我不也是为了你？”于雪儿垂了垂眸，试探道：“好吧，但是我今晚生日，你要陪我过。”好，小祖宗。薛周低头，爱怜地亲了他的唇。两人没注意到，裴欢站在2楼，居高临下的俯视暧昧的两人。不一会儿，薛周走进主卧，他脸色很差，说：“于雪儿烫伤严重，要立刻送去医院。”裴欢没拆穿他。等薛周一走，裴欢翻了翻聊天记录，过往每年的这一天，薛周都说公司有事。临睡前，裴欢擦掉白板上的7，写上6天。隔天一早，裴欢醒来时，薛周已经回来了，他眼下一片青紫，显然昨晚纵欲过度。裴欢正吃着早餐，薛周看着白板上的字，皱眉：“什么6？”裴欢面不改色道：“还有6天就出国了，还有6天，他就可以结束这段12年的感情，还有6天，他可以和他告别。”薛周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可他没来得想，手机响了。等薛周出门，裴欢开始收拾行李。这个房子，薛周出国后也不打算卖掉。裴欢把自己的东西整理打包好，寄回父母家。至于薛周送的礼物，他一个也没拿。弄完这一切，已经下午，门口传来一阵动静。裴欢侧过头，于雪儿得意地站在薛周身后，手里拿着一个行李箱。
裴欢大概猜到两人想干嘛，他微微蹙眉，没有生气，平静道：“主卧隔壁的卧室大，你让他住那里，反正他的东西都寄走了，这里已经不是他的家了。”薛周没想到裴欢那么好说话，他刚觉得不对劲，于雪儿扯了扯他的衣袖，甜甜一笑：“老公，带我上楼呀。”薛周安顿好于雪儿，他走回主卧，主卧空了一大半，裴欢的东西全没了。薛周皱眉，只觉得有些不适应。“你的东西呢？”裴欢坐在床边，懒得看他。“我让快递小哥寄到国外了，到时不用再花钱买衣服。”薛周注意到桌面上的首饰盒，上面都是他这些年送给裴欢的礼物。“我送你的礼物，你怎么不寄走？”裴欢挠挠头，他忘扔垃圾桶了，搞忘了，明天寄走。薛周蹙眉，冷声道：“不带过去，到时可别再找我赔你礼物，我没时间也没钱浪费在你身上。”裴欢抿了抿唇，没说话。吃完晚饭，薛周拿出2把车钥匙，他先是将奔驰车钥匙递给裴欢：“我1个月前就买好车了，等到了那边，这辆奔驰给你开。”裴欢接过，脸上没有半点高兴。“我的呢，老公？”于雪儿嘟嘴撒娇。薛周从兜里拿出迈凯伦车钥匙，刮了刮他的脸：“少不了你的，我知道你喜欢这款跑车。”于雪儿接过车钥匙，冲裴欢得意一笑。裴欢小脸微寒，给他买50万的奔驰，给于雪儿买200万的迈凯伦。看来1个月前，薛周早有预谋。奔驰也挺好啊，欢欢你怎么满脸不开心？我其实挺喜欢开奔驰的。于雪儿勾唇，故意露出羡慕的表情。迈凯伦太张扬了，我喜欢低调点。裴欢皱眉，他直接将奔驰车钥匙递给于雪儿：“既然你喜欢，都给你开。反正离婚协议书上，他该拿走的那部分都写上了。”裴欢大度地将豪车让出。薛周满意地看着裴欢。以往遇到这种事，裴欢会闹的，他会砸东西，会骂他不专一。如今裴欢那么大度，看来他真的想通了。现在的裴欢就是他想要的。又过了3天，裴欢接到一个电话：“裴小姐，你3个月前定制的生日礼物已经做好了，什么时候过来拿？”裴欢蹙眉，是他提前给薛周准备的生日礼物，一款高端定制手表。为了2天后薛周过生日，他特意加钱让工人做出来，但现在没必要了，捐了吧。“啊！”电话那头店员有些懵：“我要离婚，帮我捐了，谢谢。”裴欢平静道。店员沉默几秒，一个劲儿的道歉。裴欢挂了电话，打车到医院妇科门诊。坐班医生是裴欢的好友纪燕，他瞥了一眼裴欢身后，没看到薛周。以前你来医院，薛周工作在忙，他都放下工作陪你来。最近2年他工作不忙了，反倒不陪你来了。裴欢坐下，苦涩一笑，不舍得摸了摸肚子：“燕子，帮我准备流产手术。”“你疯了！”纪燕瞪大眼，还以为是裴欢在闹脾气。“赌气归赌气，你备孕3年，好不容易怀孕，胎儿一切正常，留什么留？”裴欢盯着眼前的好友，不打算瞒他：“我准备离婚了。现在这个婚姻把我逼得好累啊。”裴欢说话时，声音还带着些许哽咽。纪燕大概猜出怎么回事，她迅速开了妊娠手术单，陪裴欢走进手术室。2个小时后，裴欢回到家，客厅里，薛周俊脸满是笑意，宠溺地摸着于雪儿的肚子：“雪儿，你真是我的福星。裴欢备孕3年都怀不上，这才1个月，你就让我当上爸爸了。”于雪儿小脸满是娇俏，得意洋洋道：“看来不是锄头不行，是那快递不行啊。”裴欢换鞋的动作一顿，他脸色苍白，静静穿过客厅走上楼。薛周后脚跟了进来，
他瞥了一眼裴欢，根本没注意到他脸色很差，冷声道：“雪儿怀上宝宝，你不用背着那么大压力备孕了。我也答应他了，这个孩子我会倾尽所有父爱培养他，该花的钱我一分不会少花。”顿了顿，薛周目光落在裴欢肚子上，要怪就怪你肚子不争气。裴欢坐在床边，他仰头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苍白的唇瓣微张。如果我和于雪儿同时怀孕，你是不是会偏爱他的孩子？薛周皱眉，他不知道裴欢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，反正他八成怀不上，他索性就不打算骗他了。我其实只想要雪儿生，你们如果同时怀孕，我肯定会偏心他的小孩。话落，裴欢脸色惨白，他低头摸了摸肚子，所有的内疚消失殆尽。对了，2天后我过生日，出国前邀约我兄弟一起庆祝，顺便通知他们雪儿怀孕的事情，你到时也来。薛周倚靠在门边，淡淡的看着裴欢。裴欢早就预料到他会这么做，可真听到他这么说，他心还是揪疼了一下。既然如此，我过去做什么？薛周皱眉，你不去，他们会觉得雪儿心机重，我不想她被大家误会。裴欢脸上浮起一抹复杂的情绪，自嘲、哀伤、失望、心死。我不去。自古以来，没有正妻替外妾撑腰的。薛周俊脸微凝，半晌，他缓缓道：“你要是去，我无条件答应你一个要求。”裴欢水眸微垂，好，到时给我签个字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2天后，薛周生日聚会，薛周的兄弟和生意伙伴都来了。薛周牵着于雪儿走到众人中央，他轻咳2声，周围瞬间安静。今天趁着过生日，我想和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雪儿怀孕了，我有孩子了。感谢他替我实现一家3口的梦。话落，不少认识裴欢的人瞬间转过头，看向角落里坐着的裴欢。裴欢低着头没说话，可眼眶的红润终究是出卖了他的情绪。3年前，薛周创业成功后，主动提出给他补办婚礼。他不想张扬，可薛周依旧坚持要办。老婆，我不能让你羡慕别的女人，你跟着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，我现在好起来了，该给你的一定给你。那天在婚礼舞台上，薛周看着他，俊脸满是高兴。老婆，我们现在是一家2口，希望过不了多久，你能帮我生个宝宝，我们一家3口好好过日子。所以婚礼结束后，他才在家里调养身体，积极备孕。如今，他对外高兴地说自己有了孩子，另一半却不是他。在场的人基本都知道裴欢才是正妻，可有不少人精很快送来祝福：“恭喜啊，喜得贵子，于小姐真是幸福，遇上薛总则一良木而妻。”也有不少真男人撇了撇嘴，显然不太赞同薛周的所作所为。裴欢当年为了帮薛周拉合作，求了我好久，跟着我后面一场一场酒喝下来。对，最猛的一次，裴欢一天喝7场，我老婆现在都佩服他。聚会再次热闹起来，唱歌的唱歌，玩牌的玩牌。裴欢坐在角落，低头玩手机，一声不吭。于雪儿找了一圈，注意到角落里的裴欢。他撑着肚子缓缓走到他身边，裴欢，给我拿杯温水，我宝宝渴了。裴欢抬头瞥了于雪儿一眼，捕捉到他眼里的得意，懒得理他，没空，忙。于雪儿看他在玩游戏，突然凑近他，打起坏主意：如果你一直怀不上薛周的孩子，但却突然怀上别的男人的孩子，你说薛周会不会铁了心和你离婚，再扶我上位？裴欢玩游戏的动作一顿，眯起眼：你可以试试，如果你敢，我就踹你的肚子，踹到你流产。于雪儿吐了吐舌头，淡淡一笑：开个玩笑嘛，
干嘛那么生气？裴欢冷冷地瞪了他一眼，不想理他。他答应薛周的事情已经做到，起身踱步往包厢外走。可他没注意，在转过身的瞬间，于雪儿立刻拿起手机发消息，他要走了，动手。裴欢走出包厢，他准备去上个洗手间，再去打车。刚走没2步，一个包厢门突然自内而外打开，一只男人的手伸了出来，直接将裴欢扯进包厢。裴欢重重坐在地上，他警惕尖叫：“你们是谁？”裴欢尖叫出声，另一个男人迅速将包厢的音量调到最大，音乐瞬间掩盖住裴欢的求救声。裴欢惊恐地抬头，包厢里一共6个男人，都不怀好意地看着他，眼神赤裸骇人。漂亮少妇，极品啊！听说是大老板的女人，今天让我们吃上好货色了，动手吧！几个男人迅速朝裴欢伸出手，裴欢惊恐想躲，可男人的咸猪手已经摸上他的身子。他突然想起于雪儿的话：“于雪儿给了你们多少钱？我给你们双倍。”呸！婊子，老子今天就不想要多的钱，就想吃点好的。为首的黄毛男人揪起裴欢的衣服，大力撕开。裴欢衣领被扯开一个口子，男人的手摸向他的脖子，他面露恐惧，一股绝望油然而生。在他裤子险些要被脱掉时，裴欢眼疾手快，拿起桌面的酒瓶子朝黄毛男人砸去。砰！黄毛男被爆头，另外5人停止动作，抡起拳头就往裴欢身上捶。贱人，老子今天就整死你！裴欢被打得蜷缩在地上，最后一丝求生欲让他再次爬起身，拿起脚边的酒瓶子就往几人身上砸。6人纷纷躲闪后退。裴欢这次聪明了，趁机拔腿往外跑。6人见状不敢上前追，裴欢直接推开薛周预定的包厢。他扫了一眼，目光落在角落里的于雪儿身上，踱步往他面前走。于雪儿见裴欢鼻青脸肿，身上衣服破烂不堪，她眼神闪过一抹慌乱，想到什么，她大声尖叫：“薛周！”话落，裴欢已经走到他面前，他眯起眼，一脚踹到他肚子里，于雪儿重重踹到地上，他痛哭大喊：“薛周救我！”裴欢抬起脚，又是一脚踹到他的肚子上。我有没有和你说过，你要是敢对我下手，我就将你的孩子踹掉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于雪儿恐惧地蜷缩在地上，她痛得脸皱成一团，痛苦地抱着肚子。周围人见状瞬间安静，纷纷看了过来。薛周急忙冲上前，他将于雪儿扶起，护在身后。下一秒，他愤怒地一脚踹向裴欢的肚子。你特么疯了？她怀孕了你还踹她？裴欢，你真是恶毒得很！裴欢重重摔到地上，刚做完流产手术，他疼得脸色苍白，仰头看向薛周。我恶毒？你怎么不问问他对我做了什么？于雪儿低头，心虚的刚想找别的借口，薛周突然沉声道：“够了，我根本不需要问。就你这种不择手段的女人，为了生意都能去卖的人，什么事你做不出来？”这句话宛若一道惊雷，在裴欢耳边炸响。刚刚薛周说他不择手段，说他为了生意能去卖，他明明知道之前他为了帮他拉客户去陪酒时，险些被一个不怀好意的老板下药骗了身子。当时薛周及时赶到，那个丢了脸面的老板破防大骂，说他为了生意不择手段，污蔑他为了生意能去卖身。薛周当时帮他出头了，可如今他亲手将这句话变成利刃刺向他。裴欢还想说话，薛周先一步抱起于雪儿，慌张地将她送去医院。众人很快散去，最后只剩裴欢一个人坐在包厢。他看着镜子前的自己，
他上衣领口被扯破，妆容也花了，脸上手上都是淤青，头发也乱糟糟的。但凡薛周正眼看过他一眼，就能发现他其实差点被欺负过，可他的心全在于雪儿身上。好久好久，裴欢才起身，打算回家。他刚走没2步，一股血液从他腿间流出。一连2天，薛周都没有回来。离出国仅剩1天时，薛周带着于雪儿回来了。于雪儿脸色苍白，一副受了重伤的模样。细看的话，其实是化妆品画出来的。薛周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裴欢，责备道：“你该庆幸孩子保住了，不然我们肯定要离婚。”雪儿心肠好，她说她原谅你了，只不过我也答应他了，出国后你住小别墅，大别墅给我和雪儿住。裴欢静静地看着电视，他侧头看向薛周：“如果你发现自己爱的那个人是个撒谎精，你还会爱他吗？”薛周皱眉，他不明白裴欢怎么突然这么问。肯定不会爱呀，不过我怎么可能爱上一个撒谎精？雪儿心地善良，我只会爱她这种类型的女人。裴欢垂了垂眸，掩盖失落的情绪。薛周，我们之间是有过感情的，可是以后不会再有了。希望明天早上你能满足我最后一个心愿，帮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。薛周蹙眉看着裴欢，他怎么感觉裴欢说这些话像是在道别？可是明明他们下午一起飞去国外定居。行了，不用说这些有的没的了，收拾一下去机场吧。2个小时后，机场，薛周和于雪儿肩并肩走在前面，两人亲密得像一对夫妻。裴欢一人独自走在2人身后。要去安检时，裴欢看了眼薛周：“你们是头等舱，我是经济舱，你们走头等舱安检通道，在休息室等吧，我去登机口等。”薛周皱眉不解：“省那点钱做什么？又不缺那几千块。”裴欢没说话，只是冲他摆手：“再见，薛周，这辈子再也不见。”薛周刚想让他升舱，于雪儿先一步将他拉走：“快走吧，宝宝饿了，我们快去安检，在休息室吃点东西。”等2人过了安检，裴欢转身走去国内安检通道。很快，他上了飞回父母家的飞机。隔天一早，飞往国外的航班终于落地。薛周下飞机后没看到裴欢人，他打裴欢电话，冰冷的女声提示对方已关机。有病吧？这个时候闹什么情绪呢？都是我平时太惯着他了。无奈之下，薛周只能先出机场。很快，接机口的一个男人看到薛周，他低头看了眼屏幕上薛周的照片，确认是他本人后，男人走上前，将文件夹递了过去。“薛总，裴小姐想让你帮忙在这里签个字。”薛周打开文件夹，看到上面的5个字，浓眉紧蹙：“离婚协议书。”薛周扫了一眼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名，他摸了摸，再三，确实这是裴欢的字迹，不是仿写，也不是代签。薛周黑沉着脸，将离婚协议书揉成一团，愤怒地扔在地上。他不认为裴欢是真的想离婚，他估计是不想雪儿跟着来定居，在闹小孩子脾气。毕竟裴欢爱了他12年，在他身上付出了那么多，肯定不敢轻易离开他。他人呢？他在哪里？到底还要闹脾气到什么时候？男人叹了一口气，摇头：“我不清楚，裴小姐没告诉我她的行踪。”薛周冷着脸拨通秘书电话：“你现在联系她，让她别做了，我不会哄她的。要是她再闹腾，我就同意签字离婚。到时她哭着求我，我也不会理她。”电话那头，秘书沉默几秒，一脸为难：“薛总，昨天下午3点夫人来电话，她特意交代我，关于薛总您的事情，不要打电话联系她，除非您这边肯同意签字离婚。”
下午3点，薛周蹙眉，捕捉到这个关键信息，也就是说，他没上飞机。薛周看着偌大的机场，确认没看到裴欢的身影，很快陷入沉思中。半个小时后，在去往新别墅的路上，于雪儿侧头看着身旁的薛周，男人脸色铁青，浓眉皱成川字形。对于裴欢没有跟着来国外一事，他显然是很生气。于雪儿内心狂喜，她敛了敛眸，小脸浮起一抹担忧。要不我们现在订张机票回国，去找欢欢？薛周冷哼一声，我先冷落他几天，他会回来求我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佣人将国内寄来的快递一一拆封，摆进别墅。分公司还没开业，薛周趁机带着于雪儿出去旅游。第1天，他们去滑雪，两人拍了情侣照。第2天，他们去露营，于雪儿喂薛周吃烤串。第3天，他们去看极光，视频里的薛周处处体贴于雪儿。后来的3天里，他们去疯狂买，于雪儿3天合计消费100万。薛周鲜少发朋友圈的，他似乎是为了气裴欢，一连几天都在疯狂发朋友圈。5天后，两人旅游回来，薛周在别墅走了一圈，只觉得那里有些怪怪的。裴欢的东西呢？佣人走上前，迷茫地摇了摇头：“先生，国内寄来的快递我们全都拆了，没看到有什么女性化的物品。”薛周阴沉着脸，他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非要把大家都弄得不愉快，他才满意吗？薛周拿出手机打电话，连续3个电话，对方都没接。薛周打开微信，迅速编辑一条消息：“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裴欢，别逼我签字离婚。”他刚发出去，一个红色感叹号弹了出来，裴欢将他拉黑了。佣人站在一旁，小心翼翼道：“上午有个国内的快递寄过来，显示是夫人寄的。什么东西？”薛周看着他，佣人怯怯地拿出那份文件，递给薛周：“离婚协议书。”薛周看着和6天前一样的离婚协议书，这一刻，他终于仔细看完离婚协议书，看着上面列出的一条条财产分割，大到股份分割，小到房车产权。薛周俊脸微白，眼里第一次出现慌乱的情绪。佣人见薛周情绪不佳，纷纷走进厨房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，薛周接起，是一个陌生电话：“薛总，我是裴小姐的离婚律师，您应该收到离婚协议了。如果对财产分割有不满意的地方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”电话那边，李律师官方的讲了很多。薛周脸色凝重，神色慌乱。爱了他12年的裴欢，这次真是铁了心的想和他离婚，不是闹脾气，是真的想和他离婚。薛周立刻让秘书订了张最快回国的机票。一旁的于雪儿小脸微冷，扯了扯他的胳膊：“老公，要不先让欢欢冷静几天，可能他冷静下来，就不会想离婚了。”薛周摇头：“我了解他，他铁了心想做的事，一定要做成的。就好比当年他身无分文，他不顾父母劝阻，一意孤行嫁给无房无车的他；就好比当年裴欢为了拿下单子，硬是硬着头皮伺候了80多岁的奶奶，吃喝拉撒全包。”闻言，于雪儿小脸浮起一抹阴霾。2天后，薛周回到临城的家，他一进门就问佣人：“裴欢这几天做了什么？”佣人摇摇头，疑惑道：“夫人不是和您一起出国了？这几天家里没人回来呀？”薛周再次拨打电话，话筒那边提示对方号码已注销。该死，我对他还不好吗？他离婚了，能找到我这么好的吗？薛周真的慌了，他想到什么，驱车去医院找纪燕。刚进门，他着急问道：“裴欢呢？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？”纪燕看着眼前的薛周，2年前
他陪欢来找他看病，嘴里还是一口一个欢欢。今天他张口就是陪欢，没带你的小女友来。薛周脸色微变，阴恻恻道：“他都和你说了，家丑不可外扬。陪欢难道要毁了他吗？给你看个东西。”纪燕拿出10天前陪欢来他这里做妊娠手术的同意书。薛周扫了一眼，垂在身侧的手握紧成拳。她怀孕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还偷偷瞒着我打掉孩子？她难道不知道我一直很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？纪燕突然明白裴欢那天为什么如此决绝地打掉孩子。以前的薛周若是得知此事，会第一时间心疼裴欢流产后身体如何。如今的薛周自私自利，只关心自己，这就要问你自己了。这些年你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？一个女人最好的12年青春全给了你，你却在外面找别的女人，请回吧。薛周脸色黑沉，他依旧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什么问题。这段婚姻里，他给足了裴欢爱，也给足了钱，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离开前，他还不死心地问：他人呢？他在哪里？纪燕转了转手里的笔，讥讽一笑：你提前几天回来，我还能告诉你他在他父母家，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薛周俊脸铁青，他没想到裴欢竟然如此决绝，居然都不告诉纪燕他的行踪，帮我和他传句话。突然，薛周手机响了，话筒那边传来于雪儿哽咽的声音：老公，我肚子好痛。薛周心头一紧，急忙起身，先走了。纪燕看着薛周急匆匆离开的背影，暗暗摇头。与此同时，距离裴父裴母家50公里外，裴欢戴着工帽，指挥工人重新装修民宿。这几天他全款盘下这间民宿，打算将民宿装修成机车风，吸引小年轻们入住打卡。接到纪燕电话时，裴欢正和包工头聊完，他走到一旁，一边听纪燕说着薛周回国找他，想知道他在哪里，一边咕噜噜地拿起柠檬茶喝。等纪燕说完，裴欢嗯了一声：这样啊。纪燕有些不解：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渣男后悔，你不应该开心吗？裴欢皱眉：他要是肯签字离婚，我才开心。这阵子他捋了捋他和薛周12年的感情，他到现在也没法理解薛周怎么做到的，可以同时兼顾2个女人。圈内的好友知道他这段情感史的，都说他傻，可他不后悔，用心爱过就不后悔，只是他对薛周是彻底失望了。至于于雪儿，他只能说因果轮回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。又过了2个月，民宿彻底装修好，员工也招好了。开业当天，裴欢再次接到纪燕电话：吃瓜了，吃瓜了。薛周与雪儿感情出现裂缝，薛周转深情人设了。裴欢敛了敛眸：他又做什么了？你没到薛周朋友圈吗？纪燕问。哦，之前拉黑了。裴欢轻飘飘道：原来是于雪儿流产了。1个月前，于雪儿肚子痛，薛周想带于雪儿看病，于雪儿死活不愿意去。没办法，薛周只能把家庭医生徐医生喊过来。据说徐医生把脉时就察觉到异常了，话里话外都在提醒薛周带于雪儿去医院。后来有次于雪儿出血，薛周紧急送她去医院，才得知她多次打胎，胎儿保不住了。从那天开始，薛周就冷落于雪儿。他常说的那2句是：这9年你没怀过我的孩子，和谁流产的？你说呀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，裴欢打掉了我们的孩子。也是从那时起，薛周逐渐对于雪儿下头，开始想起裴欢的好。有次和于雪儿吵完架，他让佣人将于雪儿的东西从家里扔走，于雪儿崩溃大哭，
突然提起裴欢，字里行间在辱骂裴欢。薛周顿时暴怒，在家门口扇了于雪儿。隔天，于雪儿又在薛周家门口闹事。薛周这次是往死里打他。后来邻居实在看不下去，报警了，两人都被警察抓走。警局里，警察问薛周：“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往死里打一个女人？”薛周嘟囔，崩溃大哭。他骂我老婆，他破坏了我的家庭，我老婆跑了，我孩子也没了。最后，薛周被拘留3天。出来后，他买下当初和裴欢创业时住的地下室。薛周去了之前补办婚礼的酒店，找人重新布置现场。接着又发了一条寻妻朋友圈，他现在是发了疯的想找你。纪燕吐槽，裴欢指挥员工将花瓶放好。闻言，他动作一顿。其实他那天飞回父母家，只在家里待了3天。他担心薛周会找过来，就去到离家不远的城市，盘了一家民宿，想在这里过冬。如果不是纪燕和他提起薛周，他其实不太想知道薛周目前的情况。他现在这样，只让他觉得恶心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同意，欢。两人又聊了一会儿。裴欢挂电话后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附上了民宿开业的照片。新的人生，新的开始。他设置了仅对好友家人可见。刚发送出去，有人秒回，在哪里？裴欢看着这个熟悉的昵称，水眸微敛，刚想着怎么回复，手机突然震动，话筒里传来一抹熟悉又陌生的男声：“我回国了。在哪里？我去找你。我换城市了，现在不在临城。”裴欢和陆川聊了半个小时。陆川说现在去裴欢家找他。傍晚，裴欢回到父母家，他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微微一愣。男人30岁，身着灰色慵懒西装，一双丹凤眼带着几分犀利，可看向他时，男人眼神会不自觉地放柔。多年未见陆川，等陆川像年少时揉他的头顶时，裴欢双眼泛红。哥，其实陆川不是他亲哥，但胜似他亲哥。6岁时，陆川一家搬到他家隔壁，他和陆川在外人眼里是青梅竹马，两人年纪相仿，相差3岁，又上同一所小学，很快一起上下学。8岁时，陆川父母去国外做生意，留下保姆照顾他。可保姆仗着自己年长，故意虐待陆川。有次保姆在陆川面前数落陆父陆母不靠谱，陆川忍无可忍，和保姆吵了一架。知情后的裴母不忍心，将陆川接回自己家。这一接就是6年。在陆川17岁，陆父希望他出国跟他学做生意。同年，陆川飞到国外。隔年，裴欢升高1，认识了薛周。其实从一开始，裴父裴母就不支持这段感情。裴家家境虽不算优越，却比薛家强很多很多。当年若不是裴欢一意孤行，裴父裴母是不会同意她嫁过去的。在裴欢陪着薛周创业吃苦的那段时间，裴家人、陆川都私下给裴欢打过钱。当时薛周心高气傲，死活不让裴欢花，裴欢才陪着他吃了很长时间的挂面。自从裴欢结婚后，他和陆川的联系慢慢变少，直到陆川近期得知裴欢婚变，他本来打算年底回国开发国内市场。知情后，他提前回国。时隔13年，裴欢再次见到陆川，他激动得有些想哭。以后什么打算？陆川看着眼前的裴欢，心疼得不行。薛周变心一事，他在国外打听得一清二楚。裴欢吃烧烤的动作一顿，想开一家民宿，等离婚。至于以后，他还没有想好。不过，他近2年内不会再去临城，毕竟这段感情里，他受伤居多。
陆川盯着低头的裴欢，薄唇微抿。陆家准备在临城开分公司，这几年我的工作重心会在临城，等我站稳脚跟，带你开家公司，好吗？裴欢猛地抬头，连连摇头，我不行的。几年前，薛周之所以能创业成功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时的创业环境好。如今大环境不好，他身体还没彻底恢复，肯定不行的。陆川摩挲着酒杯，缓缓道：“你先拿民宿练练手，现在去报个 MBA。1年后，陆家在临城站稳脚跟，我再带你。”裴母看着纠结的女儿，劝道：“你哥说的对，你不缺能力，明年你先好好学习，后年再让你哥帮帮你。到时婚也离了，以后你的路好走很多。”好，裴欢没再纠结。他迅速报名 MBA， 全身心都投入学习当中。第2年，他开始创业。为了避免碰见薛周，他把公司地址选在了父母家附近。在陆川帮助下，裴欢的家具公司逐渐走上正轨。又过了半年，裴欢生意越做越大，有开第2家厂的想法。陆川给他挑中一块地皮。这块地皮成交价适中，周围没有大家具厂，很适合裴欢。只不过这块地皮在临城，裴欢得知此事，动了想回临城开第2家厂的念头。他和陆川沟通后，当晚和父母道别，拿着行李再次来到临城。一听说裴欢回来，纪燕激动地约他吃饭，想死你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不知道，这2年薛周找我打听了你无数次消息。提起薛周，裴欢有些恍惚。这些年，他寄过去无数个离婚协议书，也让律师私下找他签字，薛周怎么都不同意签名。而他从创业那天起，对外自称裴喜，曾经年少入围城，今朝得脱喜洋洋的意思。所以哪怕年初薛周听闻江城那边出了位生意天才，也没有想到裴喜就是裴欢。纪燕忍不住吐槽：“我没告诉他你在哪儿，这种出轨渣男，我是不理他的。”裴欢和纪燕聊了一下午，当晚回到陆川在临城的别墅。傍晚，两人吃完晚饭，陆川端来一个蛋糕，昏黄的灯光下，男人目光深邃，透着一股温润。生日快乐，欢欢！谢谢哥。裴欢红了眼眶，感动得有些想哭。这2年，如果不是陆川回来开导他、支持他，他都不知道怎么过。既然回来，明天我举办宴会，对外宣布你的身份。好，裴欢没拒绝。陆家在国外名声响亮，这2年在临城做得风生水起，有陆川撑腰，他路子好走很多。另一旁，薛周办公室，于雪儿再次来办公室门口发疯，薛周让保安直接赶走他。被赶走前，于雪儿讥讽大喊：“装深情！你以为裴欢现在想理你？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复合的。他也是个垃圾货，活该他流产。”薛周脸色铁青，他没说话，只是关上办公室门。薛周重新坐下，一个人看着办公桌上摆着的生日蛋糕，上面写着“欢欢生日快乐”。他摩挲着1个月前精挑细选的手链，黑眸暗淡。于雪儿那次流产彻底让他醒悟过来，裴欢才是他的良缘。这2年，他一直在找裴欢，可像是受到什么阻碍似的，一直没有消息。他本以为他会慢慢适应裴欢的离开，可没想到裴欢离开后，他的生活和工作一度陷入混乱中。当时他才后知后觉，裴欢陪了他12年，他早已在很多事情上重度依赖他，离不开他。这种习惯不是于雪儿或是其他女人能轻易代替的。他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爱他。秘书敲门进来，汇报道：陆家明晚举办宴会，
听说要对外宣布他妹妹裴喜准备在临城开家具厂一事，陆川想借此让大家认识裴喜。薛总，你明晚去吗？听到裴喜二字，薛周愣神几秒。这2年，他听过不少裴喜的事情。她是个工作能力很突出的女人，很能喝酒，很健谈，很多方面，裴喜和裴欢很相似。只可惜她不是裴欢。明晚过去交际交际。好的，薛总。隔天一早吃早餐时，陆川漫不经心地搅动杯中牛奶。男人气质温润，举手投足间尽显上位者气息。他目光落在一旁的裴欢身上，听说他最近落魄了，临城每个宴会他都不会放过。要不今晚你先不露面？裴欢吃三明治的动作一顿，他摇摇头。这2年离婚后，他少了很多烦心事，气色比前几年好了许多。如今小脸通红，唇红齿白，不用正常露面就好。回到临城的第1天，他就料到会和薛周再次见面，反正躲不过，干脆自然见面得了。若是今晚真见到薛周，他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让他签字离婚。要是这次还谈不拢，他就准备起诉离婚了。毕竟这2年他一直没有心情处理这件事，如今他状态彻底恢复过来。他和薛周又分居2年，谈离婚是板上钉钉之事。宴会如期举行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。薛周拿着酒杯，挨个找人敬酒。可和2年前不同的是，薛周公司盈利逐年下滑，在场搭理他的人少之又少。众人议论最多的还是今晚的主角裴喜。在场的人大都在谈论裴喜年少有为。作为女性，她生意场上不输男人，酒量极好，眼光犀利，做生意头脑一流。薛周听着，只觉得众人口中的裴喜和裴欢越来越像。他早年能创业成功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裴欢的帮助。门口很快传来一阵骚动，众人齐齐看过去，陆川一袭白色西装，宛若翩翩公子。他右手牵着一个年轻女子，女子身着白色缎面长裙，头发高高盘起，露出一张精致小脸。她眼神坚毅，细看的话透着一股看淡一切的淡然。薛周看着眼前熟悉的脸，只觉得周围瞬间静止。他眼睛一眨不眨，死死盯着面前的裴欢。裴欢走到宴会中央，他面露微笑，和过往敬酒的人一一碰杯，举手投举间尽显游刃有余。老婆，周围瞬间安静。裴欢蹙眉侧过头，薛周几步上前，准备一把搂住他。陆川先一步拦在裴欢面前，黑眸氤氲一股寒意。薛先生，你没资格对他动手动脚。薛周脸色一僵，他想发火，想到眼前的男人是陆家人，又硬生生咽下这口气。裴欢水眸微敛，不想破坏陆川为他精心准备的宴会，平静道：陆川，我和他换个地方谈谈。陆川眉头一挑，勾了勾唇，他没喊他哥。院子里，裴欢和陆川站在一起，两人挨得很近。男人穿着白色西装，女子穿了白色长裙，颜值又高，看着养眼。薛周铁青着脸站在两人对面，他看着眼前的裴欢，黑眸浮起浓浓的悔意。眼前的女子乌发白肤，唇红齿白，楚楚动人，浑身散发着一股清淡之气。薛周想了好久，心里有千言万语，最终只说出2句话：老婆，当时不是说好一起出国的吗？我们那么相爱，你怎么突然反悔了？陆川讥讽地勾了勾唇，相爱，亏他能说得出口。裴欢平静地看着他，因为想离婚了。从他提出要带于雪儿出国的那一刻，他就想离婚了。
当时得知他劈腿于雪儿9年，恋爱脑的他还一直试图说服自己，12年的感情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薛周小心翼翼、恳求地看向裴欢。不能。裴欢斩钉截铁道。说着，他想到什么，又补充了句：如果能重活一次，在你第一次写情书表白时，我就会直接拒绝你，我不会选择和你相见，我不想认识你。这段感情，他真的做到了200%的投入和付出。当时他陪他创业时，周围不是没人提醒过他，不要对男人太好，毕竟俗话说得好，上岸第一步，先斩意中人。可他偏不信，他真心实意的付出，就赌他的真心。谁曾想，他9年前就劈腿了，这比创业后他出轨还要可恨。薛周脸色瞬间惨白，可裴欢丝毫不在意，继续冷着脸道：所以，如果你对我有那么一丝的愧疚，请你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，我们之间再无可能。裴欢说完，不管脸色铁青的薛周，转身走回宴会厅。他现在还有很多事情做，陆川精心为他铺路准备的宴会，他不能辜负他的心意。薛周还想跟上去，陆川抬手，保安瞬间走上前，礼貌地将薛周请了出去。隔天一早，裴欢来到办公室，秘书怯怯地看着他，手里拿着一个保温饭盒。裴总，刚刚有个自称是您丈夫的男人给你送了一个炖汤。裴欢瞥了一眼，是山药排骨汤，加了鲜人参，这道汤是他的最爱，可他没吃，淡淡道：留着，明天他来。原封不动地送回给他。隔天一早，果然如裴欢所料，薛周又送了炖汤，还送了一束粉色桔梗。秘书愁眉苦脸：裴总，怎么处理？扔掉？粉色桔梗确实是他最喜欢的花，相恋12年，薛周对他的喜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可正是如此，总会让他想起这些年他对他好的同时，他也在对另一个女人好。于是，在薛周第3次送汤送花时，裴欢让秘书回了一个离婚协议书。1个月后，在一次聚会上，裴欢又遇见了薛周。薛周眼巴巴地看着裴欢，哀求道：你现在连我送的东西都不要了，我要怎么做你才肯原谅我？裴欢摇头，讥讽一笑，他以前到底对他有多好，才会让他有一种错觉，只要他一认错，他就会回头。你不用送我礼物，因为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原谅你。你出轨的那一天就应该知道我们会有这样的结局，况且我主动离开你，你应该开心才对啊，我不是成全你们了吗？薛周怔怔地看着面露冷色的裴欢，他心脏像被一只手揪住，疼得他眼尾泛红，哽咽道：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欢欢，你消失的这2年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这些年和于雪儿保持联系，只是想尝试尝试别的女人，我只是对其他女人有好奇心，可是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人，我们相恋12年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相恋12年，那些年的付出，现在变成利刃一刀刀刺向他，他根本不想回忆起他傻子一样苦苦付出的12年。裴欢拧了拧眉，小脸冷漠许多。薛周，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，你挽留我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不是因为清楚你周围所有女人里，只有我最爱你？你只是习惯了我对你的付出，毕竟只要我离开你，你这辈子绝无可能再找到像我这样毫无保留爱你的女人。你或许可能爱过我，只是你更爱你自己。随着裴欢说完，薛周脸色冷了一截，他心情不好的原因，裴欢也清楚，只不过是因为他不会再为他傻傻付出了。裴欢说完便驾车离开，他刚开进别墅区，
远远的就看到薛周父母站在陆川那栋别墅前。几乎是同时，陆川打来电话，电话那边陆川声音阴冷：“估计是来堵你的。”刚到，裴欢水眸微寒，挺会拿捏时间。薛周这是算好了我回来的时间。陆川沉默几秒，磁性低调的声音透着一股安全感：“你要是不想见到他们，我就让人赶走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估计是当说客，想说服你的。”裴欢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薛周虽然家境不好，可他嫁进来的这些年，两位老人对他还算不错，平时种了好的农产品都会寄给他，他喜欢吃什么，两位老人就种什么。所以即便他已经让律师在准备离婚官司，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。让他们进来吧，我和他们谈谈。裴欢将车停好，在车里等了10分钟，才缓缓走进客厅。薛父薛母见到他，激动地起身，和陆川预想的一样，薛父薛母确实是来劝他和薛周复合的。两人都说他和薛周相恋12年，彼此知根知底，再找一个相处也不能保证对方人品如何。再者，薛周现在和于雪儿彻底没联系，薛周公司的80%股份还在裴欢这里。在物质上，薛周这些年从未亏待过裴欢。薛父薛母看着裴欢，只觉得特别可惜。他们也清楚，以他们家的条件，遇到裴欢这么好的姑娘，算是薛周3生有幸。如果这次能复合，他们也会盯着薛周的行为举止。等两位老人说完，裴欢摇了摇头，他拿出离婚协议书：“叔叔阿姨，请你们换位思考一下，若我是薛周，薛周是我，你们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和劈腿9年的男人复合吗？”其实这些年他对薛父薛母也不错，两位老人家每次去医院看病都是他安排的，平时他看到什么好的补品都会买下来寄给他们。闻言，薛父薛母对视一眼，无奈叹气。别墅门口，薛周看着爸妈终于走出来，急忙上前：“怎么样，爸妈，他答应了吗？”薛母拿着离婚协议书递给他，薛周眼神黯淡，喃喃道：“裴欢真是铁了心要离婚啊。”薛父皱眉，长叹了口气：“儿子，的确是你对不起他。欢欢是个好女孩，要不你签字离婚吧。”薛周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刚送薛父薛母离开，裴欢接到李律师的电话：“裴总，起诉离婚案已经提上去了，具体开庭时间等通知。”好，兴许是这次裴欢让薛母把离婚协议书带给薛周。一连几天，裴欢都没见到薛周。他难得有几天清闲，在一天下班后，裴欢和陆川去火锅店，突然撞见薛周和于雪儿。大庭广众下，于雪儿扯着薛周的衣服，两人不知道在吵什么。突然，于雪儿余光看见坐在窗边的裴欢，他几步走上前，拿起沸腾的红油火锅汤底，直接往裴欢身上泼。“裴欢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流产应该把你流死的。”陆川眼疾手快地将裴欢拉进怀里，于雪儿眼见泼不着他，正想端着红油火锅汤底转个方向，谁料他脚一打滑，重重摔在地上，那红油火锅汤底径直浇在于雪儿自己身上，痛得他嚎啕大叫。陆川仔细打量着裴欢，确保他毫发无损后，这才冷冷看着躺在地上的于雪儿：“于小姐，没记错的话，之前你3番5次伤害裴欢，我不知道你一个小三怎么会对正妻有这样的恨。但是既然发生了今天的事，之前你伤害裴欢的，我都会一件件帮他声讨回来。”薛周错愕几秒，复杂的目光落在裴欢身上。3番4次伤害裴欢，裴欢怎么从来没和他说过？
他没去扶于雪儿，于雪儿自己撑着站了起来。他厌恨地盯着裴欢，如果不是你，薛周会和我提分手吗？都怪你。裴欢冷静地看着他，唇角讥讽一笑，怪我？破坏我家庭的人是谁？我逼着你去连续堕胎了，于雪儿，不是我说，哪怕我把正妻的位置让给你，就你这种脑子也爬不上去。见裴欢明着说他愚蠢，于雪儿气得抓狂，想骂他。薛周先一步制止他，行了，别闹了。2年前，你到底对裴欢做了什么？于雪儿目光闪躲，有些心虚。他一个大活人，我能对他做什么？他现在不是好端端地站在这里吗？裴欢想起往事，身子止不住的颤抖。陆川搂住他肩膀，安抚般轻轻拍了拍。待裴欢镇定后，他看向于雪儿，黑眸浮起一抹寒意。2年前聚会一事，我会追查到底。你有没有伤害欢欢？到时警方自有定夺。说着，他冷眼看向薛周，薄唇勾起。薛先生，你连外人对欢欢做了什么都不知情，前段时间怎么还有脸求复合的？男人气场强大，字字珠玑。薛周脸色阴沉，不敢多说一句。陆川待裴欢离开前，交代范秘书处理此事。2人前脚刚走，范秘书后脚就到，我已经报警。对于于小姐故意伤人一事，请配合警方调查。20分钟后，警方迅速赶到，将于雪儿和薛周带走。薛周录完口供，直接去到2年前聚会的那家 KTV。他花了重金，找人调到了当天包厢走廊的监控视频。薛周看完监控录像，双眼泛红，一股懊悔充斥全身。录像里，5个不怀好意的男人进了他们斜对面的包厢。等到裴欢从他们包厢出来后，斜对面的包厢伸出一只手，立刻将裴欢拉了进去。10分钟后，裴欢踉跄着走出来，他衣领被扯烂，妆容全花了，一双眼充满恐惧和恨意。他直冲回他们的包厢，似乎想找人报仇。又过了半小时，裴欢被他骂完后走出来，他悲伤地低着头，眼泪自他脸上簌簌流下，他眼睛满是绝望、无助。这一刻，薛周回忆那天裴欢崩溃时说的话，大概猜测到发生了什么，心底涌现出无限的后悔。他立刻找人要了一部手机，给裴欢打电话：“你那天就是差点被欺负的那天，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于雪儿做的？”电话那边，裴欢沉默几秒，冷冷一笑：“有必要吗？我当时想跟你解释的，你根本不想听。你若真有心，看到我衣领被扯烂，妆也花了，浑身青紫，难道看不出问题吗？薛周，你当时整个心都在于雪儿身上。”几句话，薛周沉默了。他还想说什么，那边已经挂断电话，他再打过去，显示被拉黑了。警局这边，于雪儿最终被拘留5天。第5天，他准备出来时，陆川重提聚会一事，一纸诉讼又再次将他送了进去。这一次，于雪儿被定罪成蹲监狱6个月。在进监狱前，于雪儿给裴欢打了个电话：“你害惨我了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半年后，等我从监狱里，你就死定了。”电话那边，裴欢正谈完一个大单，这次被挑衅，他脸上没有半点怒火，只是淡淡道：“来，我倒想看看你还要怎么害我。”于雪儿进监狱没多久，薛周公司出现了经济危机，由于他近期决策失误，加上近2年公司盈利亏损，导致这个月发不出员工工资。得知这个消息时，薛周一整晚都没从办公室出来。他眼前浮现当年裴欢陪他创业时的一幕幕。5年前，他不懂怎么谈客户，裴欢上网查资料，耐心地教他，
那3年连续创业失败，他不让裴欢用家里钱，裴欢嘴上答应，暗地里却偷偷给他买营养品。懊悔的情绪如同海浪般朝薛周袭来，薛周双手抱头，突然崩溃大哭。他真的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一连2个月，裴欢都没见到薛周。这天，纪燕约裴欢喝下午茶，他不知道浏览了什么网页，突然惊呼道：“天哪，薛周消失了！”裴欢搅拌奶茶的动作一顿，毫不在意地嗯了一声。难怪一直不见踪影，他还以为他终于想通了。纪燕继续浏览网页，他啧了一声，暗暗摇头。薛周连续消失2个月了，他公司运营出现问题，底下的员工已经2个月没拿到工资了。现在公司员工都在网上声讨他，逼他赶紧出现，否则就人肉他。裴欢眨了眨眼，水眸浮起一抹嫌弃。傍晚，裴欢回到家，得知一个惊天消息：于雪儿被保释了。陆川告知裴欢时，俊脸凝重，听说是他弟弟花钱保释的。这几天你先别去公司和厂里，先在家里。裴欢敛了敛眸，陆川意思他懂，怕报复他。好，裴欢没放在心上。他刚想上楼，陆川扯了扯他的衣服，黑眸深邃。欢欢，我很认真的，你听话。裴欢回头，男人一双温润的眼满是担忧，他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，似是非要他同意。裴欢心间一颤，他放缓语气，粉唇微起：“哥，我知道。”听到哥，陆川浓眉蹙了蹙，裴欢勾了勾唇。他不傻，他早就看出陆川的心思，但是有些事得让他来捅破那层纸。一连这几天，裴欢都没出门。傍晚，裴欢出去扔垃圾，他没注意到有个男人一直蹲在垃圾桶后。他扔完垃圾转过身，男人拿起喷雾朝他身后喷了喷。裴欢身子一软，瞬间晕了过去。再次睁眼，裴欢发现自己被绑在天台上，这里风很大，吹得他浑身发冷。于雪儿坐在他面前，勾着腿，阴恻恻地盯着他看。自从他进监狱后，看着比以前瘦了不少，眼神比之前沧桑许多。在他身后，有个和他长得7成相似的男子。男子身穿格子衬衫，看着年龄比他小许多，应该是他弟弟。醒了，于雪儿见裴欢终于醒来，她鼓了鼓掌。在裴欢错愕的眼神中，他拿起弟弟手上的小刀，走到裴欢面前。下一秒，他捏起裴欢的下巴，在他脸上划下一道血痕。裴欢，我有没有说过，只要我出来，你就死定了？裴欢疼得微微蹙眉，右脸的血液顺着脸颊滴落在他裤子上。他看了一眼周围，没有任何的高楼，这里应该是在郊区。你现在放开我，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责任。呵，于雪儿冷笑一声，拿着刀刃贴近裴欢的脖颈。你好不容易落在我手里，你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你吗？要不我们玩个游戏？说着，于雪儿打了一个响指，于豪拿起一个直播支架，架起手机，对着裴欢和于雪儿拍摄。裴欢蹙眉：你想要做什么？于雪儿微微一笑，很满意现在裴欢紧张无助的表情。我现在开直播，你对着直播间向我道歉认错，你承认你是小三，是你逼薛周，他才娶你抛弃我。你若是答应，等直播完我就放过你，如何？裴欢小脸浮起一抹寒意，他看着眼前接近疯魔的女人，小脸凝重。你疯了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让他直播承认自己是小三，到时直播回放被网友们做成切片，他这辈子的声誉不就毁了？不仅他声誉被毁，以后他生了小孩，小孩也可能因为直播切片被同班同学欺负。我不可能答应你。于雪儿拿起小刀，
又在裴欢脸上划了一道血痕，刀刃割开裴欢白嫩的皮肤，疼得他小脸皱成一团。可他一声不吭。你如果答应，我不会对你如何；你如果不答应，隔10分钟我就在你脸上割一刀，直到你答应为止。裴欢小脸凝重，他盯着疯魔的于雪儿，粉唇轻启。你难道不知道薛州快破产了？一个快破产的男人，你为了他疯，值得吗？他怎么可能破产？于雪儿不敢置信，死死盯着裴欢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裴欢轻嗤一声，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。于雪儿掏出手机，拿起手机浏览。2分钟后，他扇了裴欢一巴掌，表情狰狞。都怪你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当时闹情绪不出国，薛州怎么可能会为了你回国？他的公司又怎么可能破产？我倾慕了许久的男人，最后成为了一无是处的人。裴欢，都怪你！你现在给我跪下！裴欢看着面容狰狞的裴欢，摇了摇头：“我不跪，小三。”好啊，你非要惹我。于雪儿打开手机直播，她拿起刀，直接往裴欢肚子处捅了一刀。裴欢痛得闷哼一声。于雪儿这疯批的举动，吓得裴欢脸色苍白，也吓到了直播间的人。直播间的人数迅速冲上上万人。裴欢瞥了一眼屏幕，松了一口气。他等的就是于雪儿开直播，只要他忍着，忍到警察来，他就有可能被解救。于雪儿越发上头，于豪也在拿手机看直播，见有网友评论已报警，他有些担心。姐，要不关了直播，我们先换一个位置，他们报警了。于雪儿眯起眼，她咬了咬牙：“你先走，到时出了事，我一个人担着。”姐，别争一时得失。于豪急了：“你先走。”于雪儿依旧坚持，她双眼猩红：“我受够了躲躲藏藏的日子，今天是我唯一能为自己证明的机会。”她比谁都清楚网络的力量，她不能让裴欢肉体死亡。但是今天他可以在精神上摧毁裴欢，他要让裴欢知道这几年他过的是什么鬼日子。于豪叹了一口气，没再劝，拿起包立刻离开。于雪儿拿起刀，再次走到裴欢面前，他一边捅裴欢，一边大声骂道：“裴欢，你害得我好惨！你一个破坏我们感情的小三，逼得薛州娶你，害我背负小三的骂名。裴欢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”于雪儿一刀刀捅下，捅得裴欢浑身是血。直播间的人都被于雪儿的演技骗到，开始一边倒骂裴欢：“该不会正妻不是正妻，正妻是小三，小三才是正妻吧？天哪！如果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谁会这么崩溃，做出这种举动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个裴欢真的恐怖。”裴欢眯起眼，强忍疼痛，尝试解开绑在手上的粗绳。为了避免被发现，他虚弱地回复于雪儿的话：“于雪儿，人在做天在看，我比你先认识薛州，我高一就认识他了，你大一才认识大二的薛州，谁才是小三？你心里比我清楚。”顿了顿，他低头看着流血的腹部，强忍疼痛：“我自认为我做人做事都不差，自从我知道薛州包养你，我没有主动找过你一次，反倒是你时不时挑衅我。我不去国外，是我对薛州早就绝望，而薛州对你失望，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引起的。你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保不住和薛州的孩子，你自己清楚。”裴欢不卑不亢地解释。直播间有不少清醒的人开始站在裴欢这边，甚至连他们的高中同学都站出来证明了：“我和裴欢、薛州是高中同学，我可以证明。”薛州高一时给裴欢写了90多封情书，是薛州主动追求裴欢的。说实话呀，裴欢面相比于雪儿好很多。如果裴欢先认识的薛州，
那于雪儿真的很恐怖。于雪儿看着评论区，小脸狠狠扭曲，她崩溃大喊：你们不信我是不是？我说了我不是小三。哪知她越辩解，评论区骂她的越来越多，好可怕，她这张嘴脸太吓人了，看得我有些想吐了。正妻应该不是她这样子的吧？于雪儿死死盯着评论区，她看向椅子上的裴欢，大喊道：你解释啊，你向他们解释。我不说。裴欢摇头，还差一点点，他就能解开绳子。于雪儿眯起眼，阴恻恻道：行，你不说，那我就毁了你，我毁了你这张脸，你就再也勾搭不了别的男人了。我现在就替天行道。于雪儿彻底疯魔，她拿起刀向裴欢脸上割去。裴欢正好解开绳子，他迅速躲闪开。于雪儿意识到不对劲儿，他伸手去抓裴欢，裴欢抬腿就跑，可他浑身是血，没跑几步就要被于雪儿抓住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色人影冲了出来，陆川挡在裴欢面前，他一脚踹向于雪儿，迅速将裴欢护在怀里。欢欢，我送你去医院。男人的声音充满着紧张、担心、懊悔和自责。裴欢看着眼前的陆川，水眸泛红。这一刻，他终于忍不住崩溃哭了起来。疼，陆川，真的好疼。陆川阴狠地眯起眼，看着刚从地上挣扎爬起的于雪儿，又两脚将于雪儿踹到地上。这么做他还不解气，看向身后的范秘书：我不打女人，你打，给我往死里打。好的，陆总。范秘点点头，他扭了扭脖子，蹲在于雪儿面前。于雪儿看着眼前浑身肌肉凸起的男人，害怕地往后退了退。范秘书握起拳头，短短2分钟的时间，打了几十拳。他出手迅速，拳拳直击关键部位。于雪儿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，她嫉妒地看着裴欢，不甘道：凭什么？薛州破产了，你又傍上了比薛州更好的男人，凭什么？他想不明白呀，他到底哪里比裴欢差了？裴欢缩在陆川怀里，陆川想赶紧送他去医院，裴欢摁住他的手：我和他说2句。陆川抿唇，他知道裴欢对自己的伤情有数。裴欢冷眼看着于雪儿：我和你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你永远想坐享其成，想靠男人上位。你能跟着薛州9年，是打从心里认为总有一天你能上位。你现在之所以那么崩溃，不过是因为这些年来你的幻想破灭了而已。所以你今天就算冒着风险也要毁了我。你其实是想还自己一个干净的声誉，你也在赌我怕死。只要他稍微怕死，于雪儿今天的计划就成功了。他这次疯了般捅他，不过是因为情绪失控罢了。说到底，于雪儿是个既要又要还要，统统都要的女人，2个字：贪婪。于雪儿躺在地上，楼下警笛声响起。这一刻，她哭了，不是因为裴欢，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，她都要在监狱度过。陆川急忙将裴欢抱下楼，他们前脚刚走，薛州后脚赶到。他看着空无一人的天台，黑眸闪过一抹不甘。他又晚了一步，若是他早一步来，裴欢会原谅他的吧？医院，护士给裴欢包扎好伤口。陆川在一旁询问：他的脸会留疤痕吗？小护士看着眼前英俊的男人，双颊一红，低下头小小声道：大概率会留疤，但是涂些祛疤膏或者去做美容，疤痕慢慢就会消失的。陆川浓眉紧蹙，他怎么觉得刚刚打得太轻了？幸好裴欢身上的刀伤不深，唯独只怕脸上会留疤痕。等处理好伤口，陆川取好药，开车带裴欢回家。黑色轿车刚准备开进别墅区，远远的就看到薛州站在别墅区大门前，他手里拿着一个行李箱。陆川眯了眯眸，看向副驾驶的裴欢：
你要下车吗？裴欢摇头，不下。可没想到，陆川没直接开进去，他看着裴欢，下去和他说清楚，和他断干净吧。欢欢，男人的声音低沉又有磁性。裴欢敛了敛眸，思索片刻，道：好。裴欢刚下车，薛周立刻拿着行李箱上前，而陆川站在一旁，安静地等着裴欢。薛周看着眼前脸色苍白的女子，心疼得不行。欢欢，下午的时候，我得知你被于雪儿绑架，我赶过去了。可是我到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。裴欢抿了抿唇，讥讽一笑：每一次你都晚到，其实我们真的不适合。陆川来得那么快，是因为他出去扔垃圾。过了几分钟，陆川没见到人，他意识到不对劲后，陆川立刻调了监控，一路追到天台。在不在意？其实区别真的挺大的。薛周脸色一白，他打开行李箱，拿出厚厚一叠照片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2个月，我回到高中，见了我们的高中老师，又去了一趟大学，见了我们的辅导员。欢欢，他们都以为我们结婚生子了，老师们都希望我带你回学校看看他们。你看，我还去了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时去的游乐场，那时你才19岁。我也去了我们第一次旅游的城市，现在那里已经下雪了。顿了顿，薛周哽咽道：我一个人重新走了一遍我们走过的路，这一趟旅行我真的很孤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不是一直希望我带你去看雪？我买好机票了，我们明天走好不好？薛周哽咽着说完这一段话，裴欢冷冷地看着他，无语地摇了摇头。你真的挺下头的，你若还是个男人，签了离婚协议书，我们好聚好散，我还敬你是个君子。可你这2个月做的这些，哪一件是为我花心思的？你做的这些其实只感动了你自己。他这样做，他只会更加庆幸当时选择离开他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肯原谅我？薛周哀求地看着裴欢，是不是我哪天死了，你就会原谅我？说着，薛周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刀，猛地割向自己的手腕，他划得很深，血液疯狂流出。裴欢呆滞几秒，他后退2步，暗暗摇头：你真的疯了，你公司破产了。这2个月你其实不只是去我们曾经走过的地方，我还知道你求了不少人给你资金，想借此渡过难关。可惜你的信誉早就没了，你走投无路，就想把所有赌注都压在我身上。你希望我答应你复合后会出手帮你拯救快破产的公司。他不仅花心，他人品还有问题。薛周眼底闪过一抹异色，诧异地看着裴欢：你怎么知道的？裴欢扯了扯唇，继续摇头：这个婚我离定了，1星期后我们会开庭打离婚官司，希望离完婚后这辈子我都见不到你。这半年来，你把12年来我们相处的所有情分全都消耗完了。话落，裴欢直直看向车里的陆川，陆川将车开到他身边，下车替他打开副驾驶门。他合上门后，看向一旁不甘、绝望、几近崩溃的薛周。薛总记得去医院，若是去晚命没了，那欢欢婚姻状态就得写丧偶了。这一声薛总，薛周听得脸色铁青。陆川将车停在别墅前，他下车后弯腰抱起裴欢，大跨步走进别墅。这个点，佣人已经下去休息。陆川将裴欢轻轻放在沙发上，他没离开，黑眸带有侵略性地看着他。他盯着眼前精致的女子，薄唇微张：不做妹妹，做我妻子好不好？昏暗的客厅里，男人的声音真诚极了。裴欢小脸一红，有些不敢和陆川对视。他低下头：你也知道我和薛周在一起12年，你现在不介意，以后也会介意的。
不是你的错。陆川握住裴欢的手，女生的手小小的，软软的，捏起来手感很好。她嗓音低沉，要怪就怪我。当时我只想着去国外接手父母的生意，到时回来再和你表达心意。我没想到我前脚刚走，薛周就出现了。早知如此，当年我就不离开了。那年他得知薛周来裴家，求裴母裴父成全他们时，那一晚他在国外一宿没合眼。当时若不是母亲刚做完手术，身体不佳，他可能真的会冲动回国。后来听说裴欢被伤想离婚，他再也忍不住和父亲说明自己想回国。其实经过这些年的努力，陆家在国外家大业大，根本不需要回国开分公司。可他想找一个理由回国。裴欢怔怔地看着陆川，不敢置信道：“当时你就喜欢我了？”陆川低下头，耳根子微微泛红。借住在裴欢家的那几年，10几岁的裴欢落落大方，他一口一个陆川哥哥，是他孤身一人在国内的唯一慰藉。幸好上天有眼，又给了他一次机会。是啊，很早就喜欢你了，真只把你当妹妹。你补办婚礼当天，我怎么可能不回国了？陆川揉揉裴欢的头，等离完婚，隔天你和我领证，好不好？我想娶你。说着，陆川跪下，他从兜里拿出一个红色礼盒，陆川打开，里面是12克拉的钻戒。到时你嫁给我，好不好？裴欢小脸红扑扑的，像个熟透的苹果。他早有预谋，哪有人刚表白就求婚的？陆川笑得一脸宠溺。我怕你跑了，你答应嫁我，我这几天能睡得踏实一点。好，我答应。裴欢红着脸点头，小小声道：“不过我爸妈那里，你要自己去和他们说。”陆川点头。裴父裴母哪会不知道陆川的心思？世上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得好一点？裴欢的这一段婚姻下嫁就算了，最后还落得这样的结局。裴母这几个月没有一天心情好的。1星期后，离婚诉讼案如约开庭。由于裴欢和薛周分居2年，再加上于雪儿挟持他一事，这次直接判离。在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裴欢忍不住红了眼眶。陆川搂住裴欢，轻轻替他擦掉脸上的泪痕。别哭，我心疼。这一幕看得一旁的薛周脸色铁青。这1个星期，他对外宣布破产。昔日风光无限的薛总，如今无比沧桑落魄。薛周走到裴欢面前，懊悔道：“如果没有于雪儿，我们是不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”裴欢摇摇头：“我们还会走到今天这步。没有于雪儿，你会包养另一个女人。薛周，你真的不懂爱。”薛周看着裴欢手上的大钻石，浑身一颤，他哑着嗓音道：“到时邀请我去参加你的婚礼吧。”裴欢摇头，冷声拒绝：“不要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陆川走上前，牵起裴欢的手：“麻烦薛总以后不要再打扰我的未婚妻，否则……”陆某也不是心善之人，言外之意，若是薛周再来打扰裴欢，他不会放过他。薛周低着头，眼睁睁看着陆川搂着裴欢离开。他坐在民政局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钱、房子、公司、老婆，什么都没了。”隔天，陆川跟着裴欢回到裴家，他提前买好礼品，不过他买的礼一个后备箱都装不下，又喊了一辆车装礼品。裴欢摁响门铃，裴母打开门时，看到陆川和裴欢手牵手，他微微一愣，嘴角高高扬起：“欢欢，小川回来了呀。”说着，裴母用手拉了拉裴父的胳膊，示意他看。裴父顺势看过去，笑得皱纹都出来了。陆川进来后，把礼也带了进来，
他开门见山道：“阿姨，叔叔，我想娶欢欢，彩礼这边会给500万，我名下所有的车子和房子都改成裴欢一人的名字。如果觉得还不够，我可以再加。”裴母和裴父对视一眼，两人老人脸上的笑意不停。够了，够了，只要欢欢喜欢你，我们不会插手你们的事情。这小子看欢欢的眼神拉了丝一般，裴母哪里会看不出来？只不过没想到陆川这么快上门提亲，看来是等不及了。我想今天和欢欢去领证。裴母点点头，好，你是好孩子，你们商量好就行。征询到两位老人的同意，陆川下午和裴欢领了证。陆川看着结婚证，终于安心下来。欢欢，我们1个月后办婚礼，好不好？你不是想去国外看雪，等办完婚礼，我们就去国外度蜜月。裴欢眨了眨眼，他有些担心薛周到时会不会过来闹婚礼，毕竟他可能真能做出这件事。陆川眯眸，我心里有数，婚礼交给我就好。和裴欢预想的一样，这些天他手机总是收到陌生信息，这些陌生号码发的都是同一个内容：欢欢，我想去参加你的婚礼。裴欢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设置了短信免打扰。而于雪儿再次入狱，她因犯绑架罪被判了7年的有期徒刑，他弟弟于豪也被判了2年的有期徒刑。半个月后，裴欢拍完婚纱照，托人找关系去监狱探望于雪儿。他贴心地准备了喜糖。于雪儿见到裴欢，水眸浮起一抹狠意。裴欢抬起手给他看了眼钻戒。于雪儿，我过着你想过的人生。于雪儿死死盯着他，阴毒道：那又如何？你2婚也会像1婚一样被劈腿，最终不欢而散。说着，他嗤笑一声。这世界上有哪个男人会甘心只拥有一个女人？陆川站在裴欢身后，他皱了皱眉：我不会让欢欢不幸福，这辈子能娶到她，我的人生圆满了。于雪儿，你遇到的男人都太低级，只沉迷肉体之欢。等你懂得什么是精神伴侣，你就会明白了。顿了顿，他轻笑出声：不过你这辈子可能都理解不了什么是精神伴侣。裴欢看着身旁的男人，他平时话很少的，今天完全是因为他才说了那么多话。于雪儿双眼猩红，还想说点什么，可想了半天都想不出来。而裴欢手里的喜糖更是将他伤得体无完肤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小小的出租房，薛周宣布破产后，拿着仅剩的2万块租了一个小房子。一开始他打算东山再起，可他在临城的名声基本臭了，没有人想帮他。后来薛周不知从哪里得知裴欢要和陆川举办婚礼，他开始四处打听裴欢和陆川在哪里结婚，准备来一场彻头彻尾的报复。半个月后，青田大酒楼，裴欢站在门口迎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。他身穿红色迎宾服，和陆川站在一起，两人长相姣好，宛若金童玉女，格外养眼。半小时后，婚礼开始。陆川看向裴欢脚上的高跟鞋，问道：穿高跟鞋站得累不累？裴欢摇摇头，冲他甜甜一笑：不累，很开心。陆父陆母看着眼前的儿媳妇，满意的不行。欢欢是他们看着长大的，是个很善良的女孩。他们陆家不缺钱，况且他们本来也希望裴欢能当他们儿媳妇。如今愿望终于成真。与此同时，酒店地下停车场，薛周全副武装，戴好口罩帽子，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地下停车场。他手里拿着一包粉末，转身钻进电梯。半个小时后，主持人上台，婚礼正式开始。裴父牵着裴欢，一步步走到陆川面前，
将裴欢交给陆川，两人致辞完，喝完交杯酒，开始上菜。大屏幕开始播放裴欢和陆川的婚纱照，裴欢和陆川挨个敬酒。宾客们吃得正欢快时，突然纷纷捂住肚子，痛苦地哀嚎起来。这一幕吓到了裴欢和陆川，怎么回事？陆川询问酒店负责人，酒店经理想到什么？他拿起电话报警，我怀疑有人投毒。裴欢紧张地看向陆川，有没有可能是薛周？陆川让酒店经理调出今天的监控，查看薛周有没有来过酒店。警察很快到达现场，5个人都看着监控，很快找出薛周从地下车库上来，偷溜进后厨，趁机下毒的监控视频。警方动作非常迅速，半个小时后，他们就将准备坐飞机的薛周抓了回来。铁证在前，加上投毒60人，警察冷声告知薛周可能要坐穿牢底。薛周腿都发软，他连连摇头，解释道：“不是，我没有将毒放在所有饭菜上，我只是将毒投在主做的菜上。不过那也不是毒啊，只是强泻药。”他没那么傻，他咨询过律师了，群体投毒那是要牢底坐穿的。可他只害裴家人和陆家人，想让他们到时出丑，万一真的被发现，最多只坐半年牢，这笔买卖他能做。裴母气得忍不住扇了他一巴掌：“薛周，还真是你！这些年我和老裴自认对你还不错，你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！”裴福脸色阴沉，当初就不该同意欢欢嫁给你，否则也不会生出那么多是非。薛周冷冷一笑，他也不装了，大声骂道：“是，你们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我，你们不过是嫌贫爱富，想攀上陆家这个高枝罢了。如果我有陆川的身份，你们还敢这么对我吗？”顿了顿，他指向身穿婚纱的裴欢：“为什么我陪了你12年，你连一个机会都肯不给我？你不就是知道了陆川喜欢你，想找个更好的人吗？你和你爸妈一样，都是嫌贫爱富的人。”话落，裴欢一巴掌扇到薛周脸上：“我嫌贫爱富？当时是谁陪你住了3年的地下室？薛周，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错。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。我没给过你机会吗？是你不珍惜的。”第1次他提出带于雪儿出国定居，他忍了；第2次他也忍了，这还不叫给机会吗？陆川摇摇头，俊脸阴沉：“你永远都不知道，你糟蹋的是一颗真心。”薛周最终还是进监狱了，不过最终只判他蹲了1个月的监狱，因为主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中招。当时陆川得知薛周一直想借婚礼报复裴欢，他便想了一个主意，干脆对外放出假消息，故意引薛周过来，就当提前走个彩排。没想到薛周还真来了，他很聪明，带了强泻药，只对一桌下药，避免定大罪。隔天，裴欢和纪燕喝下午茶，得知薛周只蹲了1个月，纪燕深感可惜了，应该让他蹲个10年8年的。裴欢喝了一口茶，他淡淡一笑：“我也这么觉得的，可我老公不这么认为。”老公，纪燕啧了一声，表情夸张：“瞧瞧你现在的状态，比之前好太多了。上一段婚姻，薛周是向你索取的，这一段婚姻，陆川是滋养你的。不过，陆川怎么想的？按理来说，他不可能就这么放过薛周啊。”裴欢勾了勾唇：“我们呢，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让薛周蹲多久监狱。陆川已经和薛父薛母联系，2位老人已经同意，等他蹲完监狱，就把他送进精神病院。这才是陆川社婚礼局的真正目的。罪名虽然没有，但是能以此事作为筹码，把薛周送进精神病院待个2年。”纪燕皱眉不解道：“他爸妈居然同意？”
不能吧？裴欢笑了笑，暗暗摇头。薛母刚怀了一个，大概率会是儿子，大号已经养废了，他才决定养小号。至于他们同意将薛周送进精神病院，也是和陆川谈判过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薛周全部符合 NPD 症状啊！纪燕瞬间了然，薛父薛母的情况，他们也清楚。到了利益面前，只要筹码够，大部分都会接受。1个月后，薛周出狱，当天他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双手都被绑住，嘴里呢喃：“放我出去，我没病，爸妈，快放我出去！”又过了1个星期，延期1个多月的婚礼这才正式举办。陆川出手阔绰，订了市内最豪华的酒店，所有的酒菜、伴手礼全部都是顶配。陆父陆母出手更是大方，直接给了100万改口费。纪燕坐在台下，看着裴欢幸福地和陆川喝交杯酒，他双眸泛红。等到裴欢轮桌敬酒时，纪燕哭得泣不成声：“欢欢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呀！你要是怀孕了，还是要来找我看胎儿，不允许找别人看啊！”裴欢扑哧一笑：“好，到时找你帮我看胎儿。”傍晚，陆川牵着裴欢走进婚房，昏黄的灯光下，陆川亲了亲裴欢的唇：“欢欢，你嫁给我，我许你一世顺遂，未来他不会再让他流一滴眼泪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